桑巴舞我们的尾椎骨是往斜后的，所以还原呢就是要还原成为这个位置，重心在前脚掌上，脊椎向斜前，尾椎向斜后，这是我们还原的位置，明白了吗？所以知道还原是什么意思了吗？就是要还原成为这个基本形态，脊柱向斜前，尾椎向斜后，重心在前脚掌上，脊柱向前，然后肌肉站稳是可以去靠练的。明白了吗？所以这是第一个位置还原，尾椎骨向斜后，脊柱向斜前。OK， 清楚了第一个位置还原。刚刚我有看有个朋友问一个问题啊，他说还原的时候要收中心吗？是不是啊？对 ，ABC 说还原的时候要不要收核心啊？他问的是还原的时候要不要收核心？那是要的。而且还很重要，大家注意看，尾椎骨向斜后，脊柱向斜前，塌腰撅屁股，我一样是可以向斜后向斜前，对吧？所以但是你会发现，我塌腰撅屁股，我的肚子掉在外面了啊，我的肚子，哎，这个情况不是没有人发生哦，有一部分朋友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还原的时候肚子掉在外面了，所以肚子核心是一定要收的，所以我们讲一个技术叫做肚脐找后背。大家会发现，我是在后腰部填平的基础上，脊柱向前倾斜。我的后腰部是填平的，为什么后腰部是填平？因为我的肚脐找后背，所以我的后腰部填平，我的脊柱向前倾斜，而不是塌腰撅屁股向前倾斜，明白了吗？所以收核心是必须的，收紧中段是必须的一个要求。肚脐找后背，后腰部填平，向前倾斜，清楚了吧？好，我们清楚了还原，接下来再说第二个过程，下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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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那非常重要的就是下降，不要一下降就收骨盆。我做两种舞蹈，大家看一次。一种是一下降就收骨盆 ，7 8 1 2 1 2 2，一下降就收骨盆。然后一个是下降的时候不收骨盆，下降完之后才收骨盆 ，1 2 1 2，下降完之后才收骨盆，和一下降就收骨盆，你要做哪个？所以其实很多朋友犯的问题的呢，都是在下降的时候，这里就松了。所以有些朋友跳桑巴舞是这样的 ，1 2 1 2 1 2，然后过来问我说：“老师，我为什么不好看？”那我的要求你听了吗？所以下降的时候不要收骨盆，我们要保持还原的位置去做下降。还原是什么？还原是身体向前倾斜，尾椎骨向斜后，然后下降的时候还是这个位置。你不能还原做得好好的，一下降松了，站直了。那你何必要还原这一下？你全程这样跳不好了，你全程这样站直跳不好了，你何必往前呢？你何必这样呢？啊，所以要保持这个身体向前倾斜，尾椎骨向斜后的位置，我们去做下降、下降、下降，清楚吗？所以下降的时候，虽然是膝盖弯曲，但是尾椎骨还要保持在向斜后，脊柱还要保持在向斜前的位置，清楚了吗？这是下降的位置。清楚了下降，我们再说最重要的一个动作，收骨盆。收骨盆，收骨盆这个动作 ，OK。那首先呢，收骨盆会产生一个被动的效果，叫做卷腹。那有些朋友看到桑巴舞卷腹，就是因为收骨盆而产生的被动卷腹。所以大家注意看，我的肚子呢是
被动的卷起来 ，one two one two， 有看到吗？我的肚子是被动的去卷腹，那不要主动去卷腹，我做一个主动去卷腹 ，one two one two， 所以不是主动去卷腹，而是被动去卷腹，因为骨盆找肚子，把肚子的空间给压缩了，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被动卷腹的效果，被动卷腹的效果，而不是主动去卷腹，主动去收这个肚子，而是保持好上半身的形态，用尾椎骨向里向上卷，前侧的骨盆往里往内收，去把肚子的空间我们去被动压缩，被动压缩所产生出来的卷腹的效果，所以被动卷腹清楚了吗？OK， 然后我们再说主动的发力点是尾椎骨以及前侧的骨盆，所以我们的尾椎骨往里往内收，前侧的骨盆也是往里往内收，收进来，所以这两个力量，这是收骨盆、卷骨盆，收骨盆、卷骨盆。所以主动的发力点是尾椎骨以及前侧骨盆，发力方向呢都是往里往内啊，都是往里往内。OK， 那非常重要的知识点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收骨盆和顶骨盆的区别。有些朋友误以为顶胯就是收骨盆，所以有些朋友是顶胯，胯往前往上去顶。所以如果你在广场上有见过有人这样跳三马舞 ，one a two one a two one a two， 好，不少见吧？收骨盆。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这样跳不好看，首先我们这样跳不好看。第二呢，这样跳闹笑话。啊，这样跳闹笑话，也不是闹笑话吧，我们也不至于说嘲笑他们吧。最起码我们心里知道他跳的不对，最起码我们心里知道他要去学习，他跳的不对啊。所以我们要跳好看，我们要跳对。所以我们不是顶胯，我们是收骨盆。所以顶胯是往外顶，收骨盆是往内收，往内去收进来。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发力方向是往里往内，而不是往外顶，明白了吧？往里往内，搞清楚顶胯和收骨盆的区别。那收骨盆我们会产生一个效果，叫做填平腹股沟啊，填平腹股沟。腹股沟呢在大腿这里两侧这两个位置。那首先我在下降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看，我的腹股沟是折叠的。大腿在这个位置，骨盆在这个位置，我的腹股沟是折叠的。然后我要通过收骨盆呢，去让我的腹股沟填平，填平我的腹股沟，填平我的腹股沟。所以这是我们在收骨盆的时候要去填平腹股沟。那关键点来了，有一些朋友在做下降的时候，骨盆就往前了，腹股沟就现在是平的。有些朋友在下降的时候，腹股沟就已经平了。请问收骨盆如何让腹股沟再填平？能做吗？告诉老师能做还是不能做？有些朋友下降的时候，腹股沟就填平了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收骨盆，我如何能让腹股沟再填平？啊，做不了了。我就不能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关键的就是在下降的时候，我们是尾椎骨向斜后，我们的腹股沟是折叠的，是折叠的。这样我们在收骨盆的时候才能把腹股沟填平。好，结果你一下降，啪就平了，
你怎么再填平？你填不了了，你就硬做了。所以下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腹股沟是折叠的，尾椎骨向斜后，腹股沟是折叠的，然后收骨盆，再把腹股沟填平，清楚吗？这是收骨盆啊，这是收骨盆，都清楚我们的要求了吧？好，那接着往下，收骨盆下一个动作呢叫做上升啊，叫做上升，所以我们是收完骨盆上升，收完骨盆上升，上升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发力点，脚掌推地板做上升，所以它的原理啊很重要。我们下降，给到脚掌压力，收骨盆，脚掌的压力更多了，所以我们要用脚掌推地板上升，下降给脚掌压力，收骨盆，脚掌压力更多了，推地板。所以这是通过下降去给脚掌压力，脚掌有压力，然后在上升的时候，我们的脚掌才能去很扎实的推地板，做很扎实的上升。所以在上升的时候呢，我们讲一句话，叫做力量的传导啊，力量的传导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说骨盆滚动是画一个圆，骨盆滚动是画一个圆。所以这个力量的传导就要围绕着这个圆，我们下降给地板压力，收骨盆往前，上升从地板推上来，然后再往斜后，下降给地板压力，收骨盆往前，然后脚掌推上来，所以这是一个饱满的圆啊，这是一个饱满的圆，所以上升要用脚掌推上来。那脚掌推上来呢？我们刚刚说力量的传导嘛，所以你要从脚掌经过小腿、膝盖、大腿，最后进入到骨盆，再往后给地板压力，收骨盆，给脚掌更多的压力，然后脚掌推地板，小腿、膝盖、大腿进入到骨盆，再往后，所以这个力量才饱满。1 2 1 2。所以明白上升怎么做了吗？脚掌去推地板，力量的传导啊，力量的传导。最后我们总结一次，首先4个过程分别是还原、下降、收、上升，这4个过程组合到了一起，就是我们385的骨盆滚动，就是我们385的骨盆滚动，还原、下降、收和上升。好，还原的要求呢？是尾椎骨向斜后，脊柱向斜前，重心在前脚掌上。所以尾椎骨向斜后，脊柱向斜前，重心在前脚掌上，这个位置就是还原。然后第2个位置呢叫做下降，下降呢要记住尾椎骨对齐脚后跟，也就是尾椎骨不能松，不能一下降的时候就往前顶。所以尾椎骨对齐脚后跟，尾椎骨还是向斜后的去做下降。然后以及下降的第2个要求是通过膝盖松弛给脚掌压力，所以我们不是用膝盖去控制，而是膝盖的力量放松给脚掌力量，所以通过膝盖放松给脚掌压力，以及尾椎骨对齐脚后跟，所以这是下降的2个要求。那接下来收骨盆，那收骨盆呢，我们会产生一个效果叫做卷腹啊，叫做卷腹。卷腹呢，我们是被动卷腹。也就是通过骨盆找肚子，把肚子的空间给被动压缩，所以骨盆找肚子使肚子被动卷腹，1 2 1 2啊，被动卷腹。以及收骨盆的发力点是尾椎骨以及前侧骨盆，尾椎骨要往里往内卷，前侧的骨盆要往上收啊，要往上收。所以这是收骨盆的发力点，后侧的尾椎骨以及前侧的骨盆。然后大家要搞清楚收骨盆和顶骨盆的区别。我们不是去顶胯啊，有些朋友就是这样跳的。所以我们是
收骨盆往上收进来，收进来，不是顶出去，顶出去。所以收进来骨盆，然后我们去填平腹股沟，这是收骨盆。然后第4个过程叫做上升，脚掌推地板，力量传导上来，从脚掌到小腿到膝盖到大腿到骨盆，然后骨盆再向斜后还原，然后再做下降，再做收骨盆，再做上升，骨盆向斜后还原下降收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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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贯去，1 去，1 去。这是我们的骨盆滚动，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有个朋友说上升的时候抬脚跟吗？上升的时候不抬脚跟，上升的时候不抬脚跟，是这样的。我们讲的不抬脚跟呢，指的是不主动抬脚跟。那我做一次主动抬脚跟。可以吗？我这样上升可以吗？你看，我收骨盆，然后脚跟抬起来上升，可以吗？告诉老师，我上升的时候抬脚跟行不行？可以吗？抬脚跟。对了，不行啊，所以去试一下就知道了。那如果我抬脚跟，你看我像不像那个 Michael Jackson？ 他那个经典动作啊，肯定不行，对吧？你看我上升的时候抬脚跟，像不像那个 Michael Jackson 啊？不主动抬脚跟，脚跟是落跟的，脚跟是落跟的，所以收骨盆，脚掌推地板，脚跟这里其实没有重量，脚跟这里其实没有重量，然后我们做上升，我们去做上升。那我为什么说不主动抬脚跟呢？也就是说，脚跟有一点点被上升的力量所带到，有一点点抬起来，行不行？可以，那这个是自然的，你不要用脚跟主动去推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有一点点脚掌推地板，会稍微带到一点点脚跟抬起来，那这个是可以的。你不主动顶脚跟，顶脚跟就可以了，就脚跟在地板上做上升，做上升，明白了吗，朋友们？好，那我们再说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啊，我们再说一个很重要的细节。有些朋友做骨盆滚动呢，怎么做都做不好。我模仿一次，大家看看我这样做骨盆滚动哪里不对。7 8 1 2 1 2 1 2，大家告诉我这样做骨盆滚动哪里不对？有些朋友还把骨盆的滚动加到动作当中，说老师，我怎么不像你滚得那么好呀？我怎么做的不好？你看我 1 2 1 2 我要做滚动，结果做得很不好，哪里不对？哪里不对？悠悠这位朋友说顶胯了，高武华这位朋友说太主动了，然后有朋友说身体没有向前倾斜，有朋友说重心不对，然后超然这位朋友说顶胯了，然后这位朋友说力量传导到上身，啊，力量传导到上身，大家是不是看到我在这里骨盆顶得很别扭，对吧？我们正常的应该是收骨盆，收骨盆，而不是顶骨盆，顶骨盆，对吗？而不是顶骨盆。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，为什么会顶骨盆啊？为什么会顶骨盆？顶骨盆只是我们展现出来的现象，顶骨盆只是我们展现出来的现象，它并不是根儿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大家就懂了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大家就懂了。我们感冒，比如说我们
啊，就是说自己生病不好，比如说别人吧，比如有个人感冒了，他打喷嚏，他流鼻涕，他发烧，这些都是症状，但导致他感冒发烧流鼻涕的本质原因是他可能有这个感冒病毒啊，有感冒病毒，所以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根儿，不要只看到表面。那这个问题的表面是你看到我顶胯了，但顶胯只是表面，它不是根儿。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？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我要做还原，才能做收骨盆。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没有还原，它的原理非常简单。我现在站得非常直，下降，然后我在这个位置上我要去收骨盆，我根本收不了，因为我已经是笔直的站到这里了，我的骨盆只要一使点劲儿就是往前顶。所以如果我站得很直，我只要骨盆一使点劲儿就是往前顶，因为我根本收不进去，我没有空间啊，因为我没有收骨盆的空间。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原理啊，我的腹股沟已经填平了，我怎么样让腹股沟再填平？我的腹股沟已经填平了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再填平了，知道了吗？所以原理就是我们要先还原，身体向前倾斜，然后我们下降，我的腹股沟是折叠的，然后我才能去收骨盆。收骨盆，一开始就是填平的腹股沟，然后一开始就是直直的站到这里，你稍微骨盆一动，你就是顶胯。那你就是顶胯，知道问题所在了吗，朋友们？所以非常重要的原理呢，我们再举个例子，开灯关灯，每个人家里都有这个灯的开关，灯已经打开了，这个灯已经打开了，如何让这个灯再打开？朋友们想一下，告诉老师，这个灯已经打开了，如何让这个灯再次打开？怎么样？就这个灯已经打开了，如何让这个灯再次打开？哎，对了，要先关上再打开，对吧？要先关上再打开。所以说，我已经往前了，我如何让我的骨盆再往前？往后。往前，往后，往前，往后，往前。所以很多朋友忽略了往后，只有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哦，我理解，老师能理解。说实话，骨盆滚动，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动作？收骨盆，收骨盆。收骨盆，收骨盆，对吗？大家是不是印象最深的就是收骨盆？所以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光想着收骨盆了，我要收，我要收，我要收，你会发现怎么都收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还原，再收，先还原，再收。所以你光想着一个动作了，我要收，我要收，你收不好。所以我们要先还原，再收，还原，再收，还原，再收，还原，再收。不是在这里一直收，明白这个原理了吗，朋友们？那我们清楚了骨盆滚动，其实你只要在这里清楚了骨盆滚动，那在动作当中你就好运用了。骨盆滚动4个过程：还原、下降、收骨盆、上升、还原、下降、收骨盆、上升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 ，OK， 这4个过程呢，连贯到一起，你的骨盆就画了一圈，你的骨盆就画了一圈。然后我们这里的节奏呢是一拍画一圈啊，一拍画一圈。骨盆滚动呢，我们说了4个过程：还原、下降、收骨盆、上升。然后呢，其实呢，我们是用这一个力量做这4个过程，一个力量贯穿这4个过程，所以我们连贯起来就是
万滚动一圈，去滚动一圈，万滚动一圈，去滚动一圈啊，万滚动一圈，去滚动一圈。那我们又讲回来了，讲到佛形步了。佛形步做一次有几拍？朋友们，讲骨盆滚动之前，我们讲了佛形步 ，a one a two， 这是一次佛形步 ，a one a two， 这是一次佛形步。那一次佛形步是几拍？几拍完成了一次佛形步？说的非常好，2拍啊，2拍。所以佛形步是 one two 一次佛形步 ，one two 一次佛形步。所以骨盆滚动是1拍滚动1圈。那佛形步有2拍啊，简单吧？滚动2圈啊，滚动2圈。所以我们做佛形步就是先做动作，佛形步的动作是这样的 ：a one a two a one a two， 所以加上骨盆的滚动就是 one a two one a two， 所以1圈2圈。所以这是我们的骨盆滚动，在佛形步当中，只要你单独的把这个骨盆滚动还原下降收骨盆上升，还原下降收骨盆上升做会，然后带到步子里就可以了。万滚动1圈，去滚动1圈，万滚动1圈，去滚动1圈，万滚动1圈，去滚动1圈。清楚了吧，朋友们？有个朋友说做快节奏怎么做？幅度变小，快节奏不可能像滚动那么大，快节奏幅度会小很多。one a two one a two one a two one a two， 啊，幅度会小很多，但也要做这个过程，那也要做这个过程。好，我们刚刚说了1拍滚动1圈，那具体我们刚刚说了4个过程。还原、下降、收和上升，那具体在什么节拍做到什么过程啊？这是我们要抠的细节，如何把这个过程做好看 ？OK， 首先我做，你看 ，7 A OK， 大家告诉老师这一拍我的骨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这一拍我的骨盆是哪个位置？是还原还是下降还是收还是上升？这一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哎，回答的太棒了！还原。对了，还原。这一拍呢？尾椎骨是在斜后，脊柱呢是在斜前，所以这一拍我们的尾椎骨，我们的骨盆是在一个还原的位置，回答的非常好。所以还原，记住了。one 这是什么位置 ？one 这是什么位置？我们还原。one 是什么位置？非常棒，下降。one 这一拍是下降，非常好。好 ，one 下降，记住了。接着往下看 ，one in，one in 这一拍有2个位置，分别是哪2个位置 ？one in。哪2个位置 ？one in 的 in 分别是哪2个位置？对了，收和上升。所以 one 下降完之后 ，one in 我们去做收骨盆和脚掌推地板的上升，所以这才是上升。刚刚的还原不是上升，我们从下降
到上升，这个过程叫上升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 1n 的 n 是做收骨盆以及脚掌推地板上升，然后再到 to 的to 的in OK， 朋友们在评论区告诉老师to 的这个位置是哪个骨盆位置？这个位置是哪个骨盆位置？我往后一点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脚，腕下降，腕上升，OK， 这一拍是哪个位置？哎，对了，回答的非常好，还原啊，还原。接下来不问了。还原之后，去做下降，去 in 做收和上升，做还原。所以我们连起来就是腕下降 ，in 收上，还原，去下降 ，in 收上，还原。所以我们是腕下降 ，in 收上，还原，去下降 ，in 收上，还原 ，one in， two in， one in， two in， one in， two in， one in， tw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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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这是我们骨盆滚动在动作当中的运用，每一拍的节奏。清楚了吗，朋友们？所以一定要记住，做什么？做尾椎骨向斜后的还原，one做下降 ，one in 做收和上升，又做还原 ，two 做下降 ，two in 做收和上升，又做还原。所以我们是 one in two in one in two in one in two one in two， 这是我们骨盆滚动在佛行步当中的运用。